05年高考前，班主任嘲笑我，说我是种田的命。10年后聚会再见，他愣了。土地有记忆，人心也有。一句轻蔑的话语，像种子一样埋进少年的心田，日夜浇灌，终于长成改变命运的力量。10年的光阴，足以让誓言发芽，足以让嘲讽变成惊讶，也足以让人明白，每个人的命运最终都要由自己的双手开垦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05年的5月，县城高中的教室里还弥漫着粉笔的灰尘。下午第3节课刚结束，段云峰拿着一叠试卷走进高3、4班，脸上带着他惯有的严肃。这次模拟考试，全班平均分提高了5分。段云峰把试卷往讲台上一放，眼睛扫过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。明远，班里第一，624分，离满分差一点点。周明远站起来接过试卷时，班里响起掌声。林运泽抬起头，看到段云峰脸上那种他熟悉的表情，失望中带着一点讥讽。518分，比上次下降了22分。教室里静了一下，接着有低低的笑声。林运泽站起来，朝讲台走去。高考就剩1个月了，你这个成绩能上2本就不错了。段云峰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全班都听见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种田的命，费那么多力气读书干什么？林运泽接过试卷，脸上一阵发烫。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。他硬着头皮走回座位。周明远在桌下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，但林运泽只是低着头，盯着那份写满红叉的试卷。段老师又在说你了。放学路上，周明远追上林运泽，别理他，你明明很聪明。林运泽摇摇头，我没关系，他就是看不起我们农村来的学生。周明远说，记得他上次说什么吗？农村孩子能考上县重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。林运泽停下脚步，看着远处正在建设的高楼。我爸每次回来都说，城里变化太大了，都认不出来了。他整天在工地上干活，看着别人的房子一层层盖起来，就希望我能考个好大学，以后也住上这样的房子。你肯定能行。周明远拍拍他的肩膀。林运泽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晚上回到宿舍，林运泽没心思复习，他拿出手机，想给在外打工的父亲打个电话，又放下了。父亲这段时间在浙江一个工地干活，电话费很贵，他不想让父亲担心。宿舍的人都睡了，林运泽悄悄爬起来，拿着课本上了楼顶。夜空中星星很少，城市的灯光盖住了他们的光芒。林运泽想起小时候，他跟着爷爷在田里干活，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。种田的命。林运泽低声重复着段云峰的话，胸口一阵发闷。他记得爷爷教他插秧的情景，老人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把秧苗放进水田里。运泽，你看，这秧苗要扎得深一点，才能长得好。林运泽5岁那年，母亲生病去世了，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，他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爷爷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，教会了他很多农活，但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说，儿子，好好读书，别像爸爸一样一辈子在外面飘。林运泽握紧拳头，段云峰的话在他脑海里回响，种田的命，好像这3个字就决定了他的一生。第2天，
林运则鼓足勇气，敲开了段云峰办公室的门。进来，段云峰正在批改作业，头也不抬。林运则站在办公桌前，身体挺得笔直。段老师，我想跟您说，我会证明您错了。段云峰这才抬起头，看了林运则一眼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希望如此，不过别太天真了。那1个月，林运则几乎废寝忘食的学习，他把段云峰的话写在笔记本第1页，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句话，提醒自己。高考前一天，林运则回到家里，发现父亲竟然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林运则惊讶地问。林大勇放下手里的菜刀，憨厚的脸上带着笑容。明天就高考了，我请了假回来陪你。父子俩简单吃了顿晚饭，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这是爸爸这半年攒下的，你考上大学了用得着。林运则接过红包，手有些发抖。他知道父亲的工资有多少，也知道他省吃俭用是为了什么。爸，我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的，林运则说，声音里带着坚定。林大勇点点头，眼睛里闪着光。爸爸相信你。高考那天，林运则带着这份信任走进考场，他告诉自己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证明段云峰是错的。高考成绩公布那天，林运则站在学校的公告栏前，看着自己的名字和分数。林运则598分，这个分数超过了一本线15分。我靠，老林，你这成绩！周明远在旁边惊呼：“你超常发挥啊！”林运则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。他转身，正好看到段云峰走过来查看成绩单。段云峰的目光在他的分数上停留了1秒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接着就恢复了常态。运气不错。段云峰只说了这4个字，走开了。填报志愿时，周明远和其他同学都劝林运则报考一所好大学，但林运则最终选择了省会城市的一所农业类院校，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。你疯了吗？你的分数可以上更好的学校啊！周明远不理解。林运则笑了笑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这个决定传到段云峰耳朵里，他摇摇头，对办公室的其他老师说，果然还是逃不过种田的命。大学里，林运则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农业的概念，这与他记忆中爷爷教他的那些传统农活完全不同。课堂上，教授讲授的是农业信息化、规模化经营、产业链整合等内容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，并加入了学校的创业社团。大2那年，学校组织了一次农业产业考察，林运则看到了现代化的大型农场，看到了智能温室和自动化设备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心中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。暑假回家，林运则带着书本和笔记，试着在家里的一小块地上实践自己学到的知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隔壁的王大爷路过，看着忙碌的林运则问道。我在试验一种新的种植方法。林运则擦了擦额头的汗。王大爷摇摇头，读了大学，怎么还回来种地？你爸供你上学，不就是希望你以后不用种地吗？林运则没有解释，只是继续忙着他的试验。父亲回来看到他的尝试，也有些不理解，但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帮他干活。大学毕业后，林运则没有像同学们那样去大城市找工作，而是回到了家乡县城。他租了一小块地，开始了自己的农业试验。他尝试种植有机蔬菜，并通过互联网直接销售给城市消费者。儿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
父亲坐在地头，看着满头大汗的林运泽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受苦，才供你上大学的。林运泽停下手中的活，走到父亲身边坐下。爸，现在种地不像以前那样苦了，我学了新技术，可以种出更好的东西，卖更好的价钱。父亲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？您看着吧。林运泽笑着说，最初的几年异常艰难，林运泽面临着资金短缺、技术不成熟、销路不畅等诸多困难。他的第一批有机蔬菜卖不出去，只能低价处理。他精心设计的网站没人访问，他投入的设备因为使用不当而损坏。有一次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几乎毁了他的整个农场。林运泽在雨中抢救农作物，浑身湿透，狼狈不堪。那一刻，他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。段老师说的对吗？我真的就是种田的命。林运泽望着被雨水冲垮的田地，心中充满苦涩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调整策略，改变种植方案，重新设计营销方式。他白天在田里干活，晚上学习互联网营销知识，研究市场需求。2010年，转机终于出现。林运泽的农场开始获得一些城市消费者的认可，他的理念——安全、健康、可追溯的食品——开始引起共鸣。他组建了一个小团队，开始扩大生产规模。他的父亲看到儿子的事业有了起色，脸上的担忧少了很多。林大勇有时会在农场帮忙，看着城里来的客人对儿子赞不绝口，心里既骄傲又惊讶。2012年，一家知名媒体记者偶然发现了林运泽的农场，报道了他的创业故事。他的从田间到餐桌模式开始引起更多关注。那天，林运泽收到一个陌生电话：“你好，请问是林运泽先生吗？我是益丰投资的张总，我们对您的农业模式很感兴趣，想跟您聊聊合作的可能。”这通电话改变了林运泽的事业轨迹。益丰投资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，林运泽利用这笔钱引进了先进设备，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并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泽源。到2014年，泽源农业已经在省内小有名气。林运泽被邀请到各大高校和论坛分享他的创业经验，他的事业模式被视为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。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回乡创业时，林运泽只是笑笑：“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。”很少有人知道他选择这条路的真正原因。2015年春节后的一天，林运泽正在公司办公室审阅新一季的种植计划，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名字：周明远。喂，明远，老林，好久不联系了，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啊。电话那头，周明远的声音依旧充满活力。还行吧，就是忙。你呢？我在省城一家银行做部门经理，生活也挺稳定的。对了，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咱们高中毕业10周年聚会下个月举行，你一定要来啊。林运泽沉默了一下，都有谁参加？大部分同学都会来，听说段老师也会来，怎么样？给个面子。林运泽的心跳突然加快。段云峰这个名字他已经很久没想起来了，但那句种田的命却一直刻在他的记忆里，成为他前进的动力。我考虑一下吧，林运泽最终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林运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外面自己的农场。现在的泽源已经有上百亩地，几十名员工，年营业额过1000万。去年
他们还获得了省级农业示范基地的称号。10年了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段云峰的话是错的，或者说，他给种田的命赋予了全新的含义。林运则想起那个曾经被段云峰当众嘲笑的少年，想起那个在宿舍楼顶发誓要证明自己的夜晚。10年了，是时候面对这段过去了。他拿起电话，给周明远回了过去。聚会的时间地点发给我吧，我会去的。聚会那天，林运则开着自己的车来到县城最好的酒店。他故意没有开他那辆显眼的越野车，而是选择了一辆普通的轿车。他想低调一些，看看那些曾经的同学，尤其是段云峰，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情况下会是什么反应。林运则走进酒店大堂，已经有不少同学到了，有人在交谈，有人在签到处登记，大多数人都没认出他来。毕竟10年过去，当年那个瘦弱的乡村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气质沉稳的男人。林运则，有人试探性地叫了他的名字。林运则转身，看到了陈小文，当年他暗恋的女生。小文，你变化不大啊。林运则微笑着说，你变化太大了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陈小文惊讶地看着他，听说你现在自己创业，做点小生意。林运则简单的回答。正说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农业 CEO 吗？林运则转身，看到周明远正笑着向他走来，他们紧紧拥抱了一下。你真的来了，太好了！周明远拍着他的肩膀，声音很大，引得周围的同学都看了过来。农业 CEO， 有人低声问道。周明远大声介绍道，大家还记得林运则吗？现在他可是咱们县有名的企业家了，他的泽源有机农场年营业额上千万呢。周围的同学发出惊讶的声音，有人走过来打招呼，有人递上名片，场面一时热闹起来。林运则应付着各种问候，目光却在寻找一个人。段老师还没来吗？他低声问周明远。快了吧，他一向很准时的。周明远看了看表，聚会正式开始，同学们分享着这10年来的经历。有人在大城市打拼的风生水起，有人默默无闻过着普通生活，也有人经历了事业或家庭的挫折。陈小文已经结婚生子，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教。酒过3巡，林运则正想找个机会离开，忽然有人喊道：段老师来了。林运则抬头看去，只见段云峰走进了宴会厅。10年过去，段云峰明显老了很多，他的头发花白，脸上的皱纹也深了，步伐不如从前那样有力，但还是保持着当年那种高傲的姿态。段云峰环视一周，对一些显然成功的学生格外热情，对那些普通学生则爱理不理。他的目光扫过林运则，只是淡淡点了点头，显然没有认出他来。林运则静静地观察着段云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10年前那个在他心中留下阴影的人，如今看起来如此疲惫。周明远提议让每个人分享这10年的经历。当轮到林运则时，他走到前面，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农业企业。我的公司叫泽源，主要经营有机农产品，去年营业额刚过亿，在省内建立了5个有机农场，员工有100多人。林运则刻意避免了过多细节，语气平静。说完后，他抬眼看向段云峰，段云峰的脸色明显变了，他盯着林运则，眼中充满难以置信。林运则，段云峰的声音有些发抖。你是那个？林运则微微一笑。是的，段老师，我就是您高3教过的林运则。
全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紧张。10年前的事情，很多人还记得。就在气氛变得尴尬时，段云峰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脸色瞬间大变，匆匆说了句“我得走了”，就离席了。同学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林韵则注意到段云峰离开时眼中的绝望，他怎么了？有人小声问道。周明远凑到林韵则耳边，听说段老师这几年过得不太好，他儿子好像出了些问题，妻子也离家出走了，学校里的位置也不保了。林韵则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聚会继续进行，但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。走出酒店时，林韵则碰到了当年的体育老师王强。林韵则啊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成功。王强拍着他的肩膀，语气里满是赞叹。王老师，您知道段老师现在的情况吗？林韵则直接问道。王强叹了口气，段老师这2年真是不顺。他儿子沉迷网游，辍学在家，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加上段老师的性格又倔，去年离家出走了。学校里因为他带的班成绩下滑，被边缘化，眼看就要提前退休了。王强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最糟的是他最近被查出得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医疗费。刚才那个电话估计是医院打来的。林韵则看到后震惊了，这么严重？可不是吗？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王强摇摇头，段老师这人吧，当年挺傲的，看不起农村来的学生，觉得他们上不了好大学。现在报应来了，自己的儿子反而是最差的。林韵则沉默了。当年段云峰对他的嘲笑曾让他痛苦，也成为他前进的动力。他本来期待着这次重逢能让自己释怀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。那天晚上，林韵则在酒店房间辗转反侧，他想起了段云峰当年对他的嘲笑，也想起了自己因此而生的动力。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段云峰的遭遇感到快意，还是产生一丝同情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房间，林韵则回想起爷爷教他种田时说的一句话：地里长出什么，取决于你种下什么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第二天一早，林韵则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向前台询问了段云峰的住址，驱车前往。段云峰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楼道狭窄而昏暗。林韵则敲了敲门，等了很久，门才打开。段云峰穿着褪色的居家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到林韵则，明显愣了一下，接着脸上露出防备的表情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段云峰的声音沙哑，可以进来聊聊吗？段老师，林韵则平静地问。段云峰犹豫了一下，侧身让他进门。公寓很小，客厅里摆满了杂物，一旁的房间里传来游戏声，想必是他的儿子。坐吧。段云峰指了指沙发，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有什么事？林韵则环顾四周，屋子里的一切都显示着生活的窘迫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段云峰的眼睛。段老师，我今天来是想谢谢您10年前说的那句话。段云峰愕然，显然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开场白。林韵则继续道，如果没有那句种田的命，我可能不会有今天。您说的对，我确实是种田的命，但不是您理解的那种。段云峰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，他低下头，我当年说了很多混账话，对不起。不，您不必道歉。林韵则摇摇头，那句话对我来说反而成了动力。我选择农业专业，就是因为我想证明种田也可以很了不起。段云峰苦笑一声，讽刺啊，
你现在这么成功，我却……算了。林韵则沉默了一会儿，直接道出自己的来意。段老师，我听说您生病了，需要医疗费。段云峰的脸色立刻变了。你是来施舍我的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，不是施舍。林韵则的声音坚定。我有个提议，您来我的农场工作一段时间，我支付您医疗费。我们现在正缺少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来做农业文化推广。段云峰看着他，眼中的防备慢慢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不解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是想报复我当年的刻薄，大可不必这样。林韵则摇摇头。我说了，那句话反而帮了我。我只是想让您亲眼看看现代农业是什么样子的，看看种田的命可以活成什么样。段云峰沉默良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接受你的提议，但是我必须赚回这笔钱，不是慈善。林韵则笑了。当然，这是工作，不是慈善。走出段云峰的小区，林韵则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，但他觉得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段云峰很快办理了离职手续，来到了泽源农场。初来乍到，他对现代农业的一切都感到陌生。智能温室、数据分析、网络销售，这些与他印象中的种田相去甚远。这就是现代农业吗？段云峰参观完农场后感叹道。林韵则点点头。是的，现在的农业不再只是汗水和土地，还有科技和创新。段云峰的工作是整理农场的历史文化资料，编写宣传材料，偶尔还要接待参观的学生和游客。起初他还有些不适应，但渐渐的他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份工作。你知道吗？我年轻时其实想当个作家。一次午餐时，段云峰突然对林韵则说，后来家里条件不好，就去当了教师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梦想被辜负了，所以总是带着怨气。林韵则看着他，现在写也不晚啊。段云峰笑了，眼中有了光彩。也许吧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段云峰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。他开始主动策划一些文化活动，为农场增添了不少人文气息。他的儿子在林韵则的建议下，也来农场帮忙，慢慢戒掉了网瘾。半年后的一天，一群大学生来农场参观，林韵则远远地看着段云峰正在向他们讲解现代农业的理念，他的眼神中既有悔恨，也有一丝重获新生的光芒。林韵则站在那里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土地不会辜负任何人，只要你用心对待它。或许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。那天晚上，林韵则和段云峰坐在农场的小亭子里，望着远处的田野。夜风吹过，稻田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韵则，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段云峰打破沉默。你真的不恨我吗？当年我那么羞辱你。林韵则摇摇头，说不恨是假的，但那种恨早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我想证明您错了，这个念头支撑我走到今天，我该感谢您才对。段云峰苦笑，我作为老师，居然靠羞辱学生来激励他，真是失职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林韵则说，我选择了回到土地，不是因为我逃不掉种田的命，而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段云峰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当年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我父亲一辈子种地，供我上了大学。我以为离开土地就等于成功，所以一直瞧不起农村，也瞧不起像你这样的学生。现在看来，
是我太狭隘了。林韵则惊讶地看着他，这是他第一次听段云峰提起自己的过去。人生很奇妙，不是吗？段云峰望着远处的田野，你本可以选择离开土地，过上所谓的体面生活，但你选择回来，并且做得比任何人都好。而我拼命想逃离的，最终又回到了起点。林韵则点点头，土地从不辜负用心对待他的人。我想写一本书。段云峰突然说，一本关于现代农业的书，写给那些像我一样对农业有偏见的人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林韵则笑了，太好了，我支持您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书名，种田的命，也可以很精彩。段云峰说，眼睛里闪烁着久违的热情。林韵则看着眼前这个曾经伤害过他，如今却和他一起守望稻田的老人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。命运的齿轮总是转向意想不到的方向。10年前谁能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重逢？夜更深了，田野里的虫鸣声此起彼伏。段云峰和林韵则并肩站着，两代人的影子在月光下拉得很长，融入了无边的田野中。林韵则想起了当年那个在宿舍楼顶发誓要证明自己的夜晚，想起了那句刻骨铭心的种田的命。如今这句话已经不再是嘲讽，而成了他生命的注脚。是的，他就是种田的命，而这份命运他甘之如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